乌克兰继续蛛网行动，横跨1000公里，轰炸俄军无人机工厂，击落米格31和苏30。普京扩大战争，德国预警北约，看美国能否顶住俄罗斯进攻。事情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继蛛网行动后，乌军并没有停下渗透与进攻的步伐，而是再次多管齐下。6月8号晚，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击中的位于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布克萨雷市的 VNIIR 工厂。该工厂距离乌克兰边境1000公里，自2023年被列入国际制裁名单，原本主要从事用于变电站的机电保护和自动化系统的开发与生产，但在2007年成立了名为 VNIIR 进步的子部门，专门从事用于军事技术、无线电电子系统的开发，其生产的彗星 M 抗干扰导航模块被广泛用于俄军各类对地攻击导弹和无人机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天竺葵2远程无人机，而制作工厂正是生产该无人机的重要部门。同一时间，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则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击中的位于图拉州诺沃莫斯科夫斯克的阿佐特化工厂，该工厂为俄军炮弹、炸弹和导弹生产各类爆炸物。图拉州州长德米特里·米利亚耶夫证实工厂发生火灾，但不承认是被无人机击中，继续坚称是一架无人机坠毁导致。大兵不得不感叹，乌克兰的无人机太神奇了，每次都无法击中目标，每次都会用碎片引发爆炸和火灾，高科技啊！6月9号，美国防务博客网报道披露，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乌军于当日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萨瓦莱斯卡空军基地，该基地位于俄罗斯纵深，是能装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K 战斗机的重要基地。俄军经常从这里启程，对乌克兰进行远程打击。乌克兰部队披露的信息显示，此次攻击发生在6月9号清晨，由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与乌克兰其他防御部队联合完成的，并且一举炸毁了2架俄罗斯军用飞机，一架米格31，另一架是苏30或苏34战机。这2架战机价值不菲，让刚刚经历蛛网行动打击的俄空军雪上加霜。俄罗斯官方保持了一贯的沉默，但是俄罗斯监测频道已经确认，在9日凌晨2到4点时间段内，确实有乌军的无人机出现在基地附近，而且萨瓦莱斯卡空军基地遭乌军袭击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3年8月，乌克兰部队发射大规模无人机，成功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袭击该基地，并且损坏了大量基础设施。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信息，乌军在6月9号又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大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要军事经济目标。俄防空部队在24小时内就摧毁了乌军1枚海王星远程导弹、2枚 GDAM 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以及212架无人机。乌军这种打法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俄乌双方军事实力，但却让俄罗斯方面头疼不已。比如6月1号，乌军的实施蛛网行动期间，炸毁了俄军5座空军基地，导致几十架俄军战略轰炸机被毁。还是在6月9号，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2050年未来论坛上称，来自乌克兰的恐怖主义威胁加剧，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来自乌克兰的威胁升级，并保护本国公民安全。另据阿维亚网站报道披露，新卫星图片显示，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基里诺军事机场，俄军正在为第14战斗机航空团、苏30 SM、苏25以及直升机加建混凝土防护装置。看来蛛网行动后，痛定思痛的俄军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但是力度和速度还不够，要不然也不会又被乌军炸掉一个机场。不过我们也能从乌军最近的行动中看出，乌军正在集中力量削弱俄罗斯的远程空袭能力。像图95、图22轰炸机主要用来发射 KH-101 巡航导弹，米格31则是专门用来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天竺葵2是俄军唯一的远程无人机，射程超过1000公里。除了天竺葵2无人机能够持续量产以外，图22、图95、米格31都是苏联遗产，早就停产了，都属于被摧毁一架就少一架。乌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猛攻俄军机场，这导致俄军单方面的远程进攻优势已经消失了，而乌军则利用北约提供的精准情报，越打越远，越打越准，也暴露出俄罗斯军工体系的致命弱点。在战略武器上，严重依赖于苏联遗产，
也就是考古式研发。在乌军的持续攻击之下，俄罗斯的战略武器库存将被大幅削弱。说到这里，就会有人质疑俄军为何不攻击乌军的飞机。这个问题很简单，实际上俄军进行过类似的攻击，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轰炸过乌克兰空军基地，还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公开报道和乌军证实等信源看，炸毁了乌军几十架战斗机。但俄军现在已经几乎不这么做了，因为想要进行这类攻击，就必须确定乌军飞机的位置，而乌军采取了有效应对措施，包括在基地停放时的隐蔽以及频繁移动。毕竟俄军的卫星侦察能力不足，此前炸毁前沿基地的乌军战机也是靠小型侦察无人机。乌军充分吸取了教训，最重要的是，包括爱丽眼预警机和 F-16 这种重要资产在内，乌克兰空军的相当一部分飞机现在并不部署在乌克兰境内，而是部署在邻国，只在参战时才会进入乌克兰领空。因此，俄军几乎无法攻击这些乌克兰飞机，除非向邻国开战。但现实情况是，俄罗斯的进攻已经不完全止步于乌克兰了。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接受德国媒体 Table Media 的采访时说，我们相当肯定，而且有情报表明，乌克兰只是俄罗斯西进道路上迈出的一步。我们预计俄军坦克部队会向西推进，北约的集体防御承诺将面临考验。卡尔指出，俄官员正在设想一些为达到全面军事交战的对抗，以测试美国是否真的会履行北约的集体防御义务。同时，卡尔还表示，他们无需为此派遣坦克大军，只需派小部队前往爱沙尼亚，保护据称遭压迫的俄罗斯少数族裔就行了。接下来，咱们看看俄乌真正的战线。从俄乌目前的地面战线来看，俄军没有全部拿下4州中的任何一个，但其兵锋在乌克兰的存在却也不止这4州。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都有所谓的安全区。哈州东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还有另外一块占领区。而在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州，俄军跨境占领了3个边境定居点。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跟赫尔松连在一起的金本沙嘴也仍由俄军控制。最近，俄军攻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根据俄国防部公开发表的消息，俄军中部集群第90坦克师已经向第聂伯罗州内推进。结合战线来看，俄军抵达边界的位置是在红军城西南方向的顿州与地州交界处。在这个方向上作战的俄军部队有第2集团军第35摩步旅、第201基地、第90坦克师、第51集团军和第114摩步旅等部，实力约合1个集团军。在州际线之类的攻击方向上，乌军控制有1个完整村庄，另有2个村子正在被俄军攻击，但这3村体量均不大，而跨过州界则是一片开阔地，难以立足。想要进行有力的防守，大概只有辛帕夫利夫卡。因此，乌军认为今年夏季俄军潜在的进攻方向就包括了辛帕夫利夫卡战线，而且乌军还认为俄军会集结中部集群进攻，俄军东部集群也可能从南边威胁到辛帕夫利夫卡。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夏季，乌克兰的战场火热的可不光是老4州了。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